像是护着自己妻子。王鹤棣对白鹿的暖心细节甜翻全场。灯光与脚步的序曲，夜色如绸，笼罩着整座城市，微博愿景大会的会场却像被点燃的星海。灯光从舞台四面八方交织而下，铺在红毯上，如同金色的波浪一层层涌动。摄影机快门声此起彼伏，像是在为一段即将被铭记的故事按下开始键。人群忽然安静了一瞬，只因一道高大而熟悉的身影出现，王鹤棣。他这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，却在细节中保留了随性的气息，步伐稳健，不疾不徐。相比于一些刻意摆出的疏离与高冷，他的眉眼间带着一种无法伪装的温暖，像是寒冬里的一缕阳光，让周围的空气都柔和下来。久别重逢的温度，穿过闪光与人潮，他径直走向多年未见的挚友孙瑞。两人对视的一刻，时间仿佛倒流回初时的年少，台前幕后，笑语欢声，舞台与梦想交织的岁月。没有华丽的台词，没有刻意的动作，只是一句轻轻的好久不见，一个真诚的笑容，却胜过任何排练过的场景。那一瞬间，连旁观的嘉宾也忍不住微笑，因为他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。白鹿的目光，在后排的座位上，白鹿安静而专注地坐着，她的神情既放松又带着一丝沉思。原本与朋友的低声交谈中夹杂着笑意，然而在余光里捕捉到那道熟悉身影的刹那，她的注意力彻底被吸引。舞台的灯光恰好倾泻下来，落在他的眼睛里，映出细碎而温柔的光芒。那光仿佛不是灯具制造的，而是被某种情绪悄然点燃的。他的呼吸在那一刻似乎放慢了，像是在用心感受这份久违的存在感。当王鹤棣转身的瞬间，他们的目光相遇，不需要任何言语，彼此就能读懂对方眼神里的温度与熟悉感。这种情绪微妙到难以形容，它像是跨越了时间的默契，又像是经历了无数细节的累积才凝成的瞬间。对于外人来说，这可能只是短暂的一瞥，但对于他们而言，那是一种无声的确认，彼此在心里的位置从未被取代。隔着赵露思的默契，赵露思正坐在他们之间，这个位置仿佛是天意的安排，既让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又无法真正隔断情绪的流动。白鹿与王鹤棣的交流并没有因为中间有人而显得尴尬，相反，那种不时轻声、低声交谈的状态更显自然和亲密。每一次的轻笑都像是从心底涌出的水波，溢到对方心间。他们甚至会不经意地同时抬头，同时转眼，仿佛心跳在同一频率上跳动。旁观者或许看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但却能感受到那份属于两人的独特空间，一种不需要解释的理解和信任。这种默契的形成，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培养的，而是通过多年相处和无数细微瞬间的积累，才会在这种公共场合下依旧自然流露出来。那是一种难得的安全感，让彼此在嘈杂人群中依然可以找到唯一的安稳之处。身体语言的暗号，肢体语言往往比言语更能透露情感。在那晚的会场上，王鹤棣与白鹿的身体语言传递出一种无声的信号，信任与依赖。即便是在众多摄像机的镜头下，他依旧会微微倾向他，侧身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。这种自然的靠近并非刻意安排，而是下意识的行为，说明在他潜意识中，白鹿是让他感到安心和放松的存在。资深的心理观察者会注意到，一个人只有在对另一人足够信任时，才会缩短社交距离。而这种距离感的变化，不仅是关系亲密的体现，更是一种保护与在乎的表现。白鹿的回应同样坦然，他并没有因为对方的靠近而退缩，反而在交流时眼神坚定而柔和。这是一种双向的默契，彼此都知道对方的意图是善意且真诚的，因此才能让这种互动显得如此自然又温暖。空位与靠近，当赵露思暂时离席时，现场的氛围似乎有了细微的变化。那个空下来的位置像是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情绪能够更直接的流动。王鹤棣几乎没有犹豫，就顺势坐到了白鹿的身旁，动作从容自然，没有一丝刻意。这种选择本身就已经传递出一种亲近的信号，在众多座位中，他想坐在他的身边。随之而来的对话更为轻松，
两人之间的笑声清脆而真挚，像是在共享一段只有彼此才能理解的心情片段。这样的场景被媒体捕捉到后，网友们很快便察觉到了其中的温度，那不是普通同事之间的寒暄，而是源自深层信赖与关心的交流。在公共场合中保持这样放松的状态，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表面的友好，进入了一种彼此能读懂、能接纳的境界。这一刻，即便周围再热闹，他们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下对方。笑容的温度。据现场记者描述，那晚的王鹤棣仿佛没有刻意去迎合镜头，他的神情和肢体语言都非常放松，没有明星常见的疏离感或防备心。他的笑声低沉而富有磁性，不是表演式的短暂弯唇，而是发自内心，伴随着眼神里温柔的光。这种笑容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力量，能让周围的人卸下心防，感到安全和被接纳。他穿过闪光灯和屏幕，抵达无数观众的心中，让人仿佛也置身在那个温暖的瞬间。这样的笑容之所以打动人，正是因为它没有功利目的，只是单纯的回应对方的存在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能看到如此真实而不加修饰的笑容，本身就是一种奢侈，让人忍不住想要记住。与田曦薇的反差。当画面切换到与田曦薇的互动时，气氛有了明显的变化。他的眼神带着热切的期待与几分好奇，但王鹤棣的回应始终保持在礼貌与距离之间。他会点头微笑，但笑意并未在眼底停留太久，更多是一种符合社交规范的客套。这种微妙的对比，让细心的观众察觉到他情感上的取舍与专注。他对白鹿的关注是主动且持久的，而面对田曦薇时，则像是出于礼貌完成必要的回应。这并非对他人的否定，而是他在公共场合下对不同关系的分寸拿捏。他明白，过多的热情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，而克制的态度则是一种保护。对他而言，真正的温暖并不需要平均分配，而是应该给到那个在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人。舞台上的分寸。在同框环节中，他与田曦薇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社交距离，仅仅是礼貌地触碰手臂，动作干净利落，避免任何可能引发误会的举动。白鹿面前的例外，但对白鹿，他没有这样的距离感。推介会的间隙，他为他轻轻披上外套，交谈时身体微微倾向他，那份不加掩饰的亲近感，让现场的气氛悄然变得温柔。暗藏的细节。细心的观众发现，在摆放宣传牌时，王鹤棣将自己主演的大奉打更人牌子放在白鹿主演的北上之下。看似随意的动作，却被解读为一种默默的支持与尊重。从红毯到座位，从寒暄到细语，这一晚的每个细节都像在讲述同一个故事，真诚从不需要排练，它自然而然地流淌在每一个眼神与动作中。他们的互动不只是娱乐新闻，它让人明白，在生活中，真诚比华丽的寒暄更有力量，而信任则是在一次次普通的相处中慢慢累积的。细节的温柔，那一件外套，那一次无声的对视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，却是情感最真实的投射。它们不需要语言，却能温暖人心。未完的篇章，也许未来我们还会在不同场合看到他们的身影，故事会继续延伸。但这一晚的画面已经刻在了无数观众的记忆里，成为温暖与默契的象征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这个故事的细节与真诚打动，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感受，分享生活中曾经触动你的温暖瞬间。也欢迎点个赞，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份无法忽视的温度与力量。